我的丈夫跟住家保姆搞上了，亲眼见到他们在我的婚床上翻云覆雨。我捂住凸起的肚子，冷静地拿出手机，这次终于可以将他们一网打尽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和我丈夫是相亲时候认识的，介绍的人是我妈一个同事的朋友。在见面前，他几乎可以说是将李阳给夸上了天。你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么懂事的男孩子。他爸去世的早，是他妈含辛茹苦一个人将他给带大，也真是因此，李阳对他妈是格外的孝顺。我告诉你，一个这么会体贴照顾自己母亲的人，对待自己日后的妻子势必也是极好的。对于这番言论，我家里人十分赞成，而我也因此的确对还没见面的李阳有了点好印象。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，他的孝顺从另一种角度上来说，还有一个说法，那就是对自己母亲的话言听计从。有着这样一个听婆婆话的丈夫，婚姻注定是坎坷的。只是很可惜，这个道理是我在后面才明白。我和李阳相亲见面的格外顺利，正如那位阿姨所说，李阳性子很是温顺，说话做起事来又像个大哥哥一样，很会照顾人。虽说我对他没有特别心动的感觉，但相处起来觉得很是舒服。因着这一次不错的印象，后来我们也就又约了好几次。1年不到的时间，我们很快就结婚了。李阳是农村出来的，家境一般，工作了几年，手上也没有多少存款。而我是家里的独生女，虽说不算特别富贵，但条件还不错。大学毕业后，在一家外企做翻译，年薪也十分可观。考虑到这样一个情况，我和李阳的婚房是我一人出资买的，是城西的一栋3层小别墅。位置虽然离市中心远了点，不过我们都有车，出入也都还算方便。刚结婚的那1年，我和李阳相处得十分融洽，他待我极好，事事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我，以照顾我的感受优先。老公，你对我怎么这么好啊？我满脸幸福地依偎在李阳的怀里。因为我爱你啊！李阳低头吻了下我的额头。或许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，这辈子才能娶了你这么一个温柔又漂亮的女人。其实因为我相貌不错的缘故，身边从来就不缺追求者。但之所以最后选择了李阳，还是在他身上看中了单纯老实的本质。相比于刺激浪漫，我更喜欢安稳地度过一生。只是很可惜，这样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。在我的帮助下，李阳去到了一家外贸公司工作。虽说工作比较繁重，但好在稳定，薪水也不错。可一些怪异的事情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渐渐开始了。在一次李阳应酬回来后，他直接将我扑倒在了床上，先去洗个澡吧。我红着脸推脱着，但他仍旧赖在我身上不肯起来。怎么，你嫌弃我臭？难得看到他像个孩子似的，我心中也满是欢喜。怎么会呢？还没等我说完，他的吻便一个接着一个落了下来，随后愈来愈重。朦胧间，我总觉得有些不太对。李阳接吻的习惯似乎变了点，准确来说，好像精进了不少。一想到这里，我整个人瞬间清醒了过来。看着压在我身上仍旧有些上头的李阳，我为自己刚才那一瞬间的想法有些抱歉。也许是他私底下偷偷看视频学习了呢，又或者是在跟我的一次次亲吻中才有所长进。我怎么可以因这样一个细微的改变就怀疑他对婚姻的不忠？我可真是疑心太重了，收起了刚才那些不切实际的想法。我抬起头来，也回吻了过去。等我醒来的时候，
李阳已不在枕边。今天是周末，他会去哪里？亲爱的老婆，今天公司要加班，我会晚点回，记得好好照顾自己哦，不要我不在就偷懒不吃饭。看到李阳出门前给我发的短信，我心中一阵暖意。看着外面这么好的天气，我也决定出去逛逛街，正好也给李阳买一套衣服回来。只是才走进一家男装店，我便看到对面首饰店有熟悉的身影，那是李阳。我的心顿时抽了一下，因为在李阳的身边还有一个女人，会不会是我看错了？我如此安慰自己，一步一步向他靠近。宋瑶，身后有人突然拍了下我的肩膀，集中注意力的我顿时被吓了一跳。陈毅。看到和我打招呼的人是陈毅，我也很是意外。陈毅是我大学时候认识的好友，他是法学院的大学霸，再加上超凡的颜值，身边可向来都是围了一大群迷妹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很是惊喜。你不是出国了吗？大学毕业后，陈毅选择继续出国深造，这个举动当时可是让不少女孩子们伤了心。毕竟他们爱慕了多年的男神，以后很有可能就见不到面了，自然是回国来为国家做贡献啊。陈毅还是一如既往的幽默。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的视线朝珠宝店望去，但此时和李阳有些相像的男人以及他身旁的女人都不见了。没什么，就是天气好出来逛逛街，既然都碰上了，那要不一起吃个饭？陈毅主动邀约道。我们这么多年没见，正好叙叙旧啊。好，在吃饭的时候，我们聊了许多。我听陈毅说了很多国外的见闻，知道他看了不少风景，也打赢过许多场官司。现在还是单身一人吗？我问道。是啊，陈毅伸了个懒腰，工作太忙了，哪里有时间谈恋爱？那我可真是为你的迷妹们感到惋惜。你呢？陈毅问起我来，目光落在了我的左手无名指上。结婚了，居然都不请我喝喜酒的。哎，看来是关系生分了呀。你还好意思和我说这个？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。当年陈毅出国的匆忙，为了好好学习，说什么要和国内断了联系，就连我这个多年好友也没有他的手机号码。你自己想想，到底是为什么我没有邀请你？还不是因为某人没给联系方式？我的锅，这件事我认错。陈毅说着，双手递上了他的名片，还请女神一定要收下。金晨律师事务所，这个名字我听过，这个事务所在本市乃至本省都很有知名度。不错呀，不愧是国外归来的高知分子。陈毅做了个承让的动作，女神谬赞了。如果可以的话，以后还请多多支持我的工作，能不能说点好听的话？我差点没被气晕过去。支持你工作就是打官司，那不是说明我碰上麻烦的事情了？说的也是。陈毅这才点了点头。那不为公事，以后闲得无聊的话，可以找我约饭呢。行，我只怕大律师没时间陪我罢了。送美女的邀约，我必然奉陪。和陈毅聊了一下午，我原本郁闷的心情一扫而空，整个人轻松了不少。只是在回家的路上，回想到我在首饰店看到的熟悉身影，却还是忍不住皱起了眉头。那个人是谁？会是李阳吗？我拿出手机想将电话打过去，但还是忍住了。夫妻间还是多点信任为好，这样胡思乱想的话，万一生了隔阂就不好了。我收起手机，心思沉沉地回了家。等到李阳回家，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。怎么这么晚才回？我走上前去，接过了他的外套。公司里的事情比较多，李阳说着，浑身无力地靠在了我的身上。好累啊，不过想到家里有你在等我，便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。只是简单几句话，
我原本心中的猜疑瞬间一扫而空。辛苦了，我伸手环抱住了李阳。可在靠近他的脖子时，我闻到了一阵香味，是女款香水的味道。我瞬间睁大了眼睛，整个人有些茫然了起来。他的身上怎么会有其他女人的味道？我有些难以相信，又靠近闻了一下。李阳察觉到了我的举动，将我松开，微笑道：“怎么，是觉得我身上有别人的味道吗？”见我有些呆呆的，他伸手轻轻敲了下我的脑袋：“傻瓜，我可是你的老公，难道你对我一点基本的信任都没有吗？”“当然不是。”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有些没了底气，不得不承认，我这2天的确是在怀疑他背着我做了些对不起我的事情。今天公司来了几位女领导，我负责接待了我。李阳将我搂在了怀里。你也知道，女人们就是爱打扮，出门喜欢喷些香水什么的。我们一起坐电梯进出各个场合，身上难免会沾惹到一些味道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，我突然有些愧疚，觉得自己实在是太不信任自己的老公了。老公，对不起。我将脑袋埋在了他的怀里，是我太不相信你了。没事，你闻到这香水会胡思乱想，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。李阳还是一如既往的体贴。这样吧，我去洗个澡，这样你就闻不到了。看到我仍旧有些不太开心，李阳直接拦腰将我抱起。老婆，我们好久没有一起洗澡了。一起洗澡。我瞬间红了脸，瞧着我害羞的模样，他低头吻了下我。怕什么？你什么样子我都见过了。就这样，我被李阳抱进了浴室。只是这一次洗澡的时间比以往都要长上许多。李阳倒吸了口凉气，伸手捂住了自己的脖子。老婆，你弄疼我了。我轻哼了一声，看着他脖子上的草莓印记，感到十分的满足。虽说李阳没做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，但我还是忍不住在他身上盖一个章。我就是要证明，李阳是我的人，只属于我一个人的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李阳没有再收到加班通知，每天他一下班就会早早回来陪着我。老婆，他从身后抱着我，轻轻抚摸着我的肚子。我们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孩呀？我看着隔壁工位的比我们晚些时候结婚，但现在都有孩子了。要孩子这件事情，我们以前也不是没有说过。在结婚前，我告诉李阳，这几年我想将生活重心放在工作上，至于孩子，晚几年再要也不迟。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我轻声道，等过几年工作彻底稳定了，我们再要个孩子。可是我真的很想拥有一个属于我们2个的小孩。李阳说着，再一次将我扑倒在了床上。我摇了摇头，仍旧是不愿答应。可在看到李阳那有些受伤的眼神后，内心有些动摇了。为什么现在这么想要？李阳将脑袋埋在了我的颈里。我也想像我的同事那样，每次回到家里，除了一个等着他的贤惠美丽的妻子以外，还有个乖巧懂事的孩子。他抬起头来，深情地吻上了我的唇，而这一次我没有拒绝。为了尽快抱上孩子，我和李阳这一周晚上都没怎么歇息过。只是还没有等来怀孕的症状，我先得到了出差的通知。青岛那边有一笔外贸订单，需要有人去做同声传译。老公，这次我要出差1周。我躺在他怀里撒娇着，十分舍不得离开他那么久。傻瓜，只是出差而已，又不是不回来了。他伸手为我整理了下头发。我会想你的，我也是。明明之前也有出差过，可是不知为何，这一次出门要格外的舍不得李阳。才刚在酒店下榻，我便给李阳打通了电话。铃响了几声之后，没人接听。不应该啊，今天是周末，他总不会又加班去了吧？我有些不死心，
再一次将电话打了过去。再打了4、5个电话后，李阳这才接通了电话。你刚刚在干什么？我有些不太高兴。为什么不接电话？我在健身呢。李阳回答道。健身？我以前怎么没听说过他还去健身房报了班？这还不是因为你没在家，我太无聊，所以就办了张健身卡。再说了，这也是为了我们能尽快拥有一个健康的宝宝做打算。我被他给逗乐了。行吧，那你继续练吧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想必他这会儿还没有从跑步机上下来，不然怎么喘气声这么重？为了尽快能回到我老公身边，我每天的工作都比以往要更加认真努力地完成着，而这边合作谈的也十分顺利，比计划中提前了2天就结束了。想给老公一个惊喜，我没有打电话告诉他这个好消息，而是直接买了回家的机票。今天是工作日，我准备将卧室好好装扮一下，为我们的怀宝宝之路增加点情趣。只是我刚打开大门，却觉得哪里有些不太一样。这个家好像生活气息有些过重了。以我对李阳的了解，他绝非是个喜欢进厨房的男人。在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他应该要么出去和同事一起吃，要么在家里点外卖。可是现在这一冰箱的蔬菜肉类又是怎么回事？除此之外，冷藏室里还有些剩菜剩饭。他是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？我和他在一起这么久了，可从来没有听说过。这一刻，我的担忧又涌上了心头。难道他趁我不在的时候带别的女人回来了？想到这里，我立马冲回了自己的卧室。房间里倒是整洁异常，没有多出来别人的衣服。可是当我坐在梳妆台前的时候，我一眼就看出来我的东西被人给动过了。这一刻，我的内心世界彻底崩塌了。今天李阳回家的格外早，当他看到我坐在客厅里的时候，立马冲过来就要拥抱我。老婆，你是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不和我说一声啊？这样我好去接你啊。接我？我冷笑了一声。我看你想我提前告诉你一声，好让你的女人早点从家里离开吧。男人出轨，恶心；男人将小三带回家，睡正妻的床，恶心至极。瑶瑶，你在说些什么？李阳的动作僵住了。我怎么听不明白？好一句听不明白！你现在还跟我在这演戏呢？你告诉我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做饭的？如果不是你，那这些天又是谁在家里下的厨？我越说越气，眼泪也不受控制地落了下来。还有，为什么我的护肤品也被人用过了？你不要告诉我是你用的吧？李阳没有回答，只是默默地看着我。许久后，他不住叹了口气：老婆，原来你心里是这么不相信我。他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，低着头，看不清他脸上是什么表情。沉默了一会儿后，李阳才又开口道：这样吧，我也不想多费什么心思来和你解释了，我直接打电话给你听。喂，妈！我瞬间瞪大了眼睛，难道家里这些痕迹是我婆婆留下来的？瑶瑶不在的这些日子里，是不是你每天来帮我做饭？没什么，你只需要回答是不是就行了。还有，你怎么用了瑶瑶的护肤品也不说一声？她还以为我趁她不在家的时候，把一些不三不四的女人给带了回来。你想要用的话，我直接给你买套新的不就成了吗？越是听她和我婆婆对话着，我越是心里发虚。难道我真的又一次误会了李阳吗？李阳将手机给了我，妈说有话要和你说。我咽了口唾沫，双手将手机接了过来，怯生生道：妈，瑶瑶啊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婆婆开口便是一阵训斥：你们在一起这么久了，你对李阳这么一点信任都没有吗？我们李阳为了配得上你，
还特地换了家公司工作，每天上班有多么辛苦，你是不知道吗？别的先不提，我觉得帮他换了公司是件好事。以前李阳在工地上上班，工作属于有一阵没一阵的，如今他现在所在的公司不仅稳定不说，每逢节假日还有各种补贴，工资也是比以前要高了数倍。不过眼下这个情况，我确实也没法和婆婆解释这些。虽然我们家情况是没你好，但也不是被你这么糟践的。你要是实在和李阳过不下去了，迟早离了算了。听到这里，我是彻底后悔了。妈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哪里知道是你来了我们家呀？我还以为找了个小三是吧？婆婆冷笑了一声，瑶瑶啊，我身为过来人，好心给你提一个意见，夫妻间如果没有信任的话，这段婚姻是走不了多远的。在这段训斥中，我一直点头说是，直到婆婆将电话挂断之后，我才将手机还给了李阳。老公，我抬起头来望向他，可是还不等我说话，李阳直接转头离开了。我累了，先回房睡觉了。知道自己这次是闯下了大祸，我立马屁颠屁颠地跟了过去。李阳直接无视了我，回到房间里就躺在了床上。老公，我知道错了。我紧紧地抱住他的后背，心里面后悔得要死。李阳没有回头，甚至一句话也没有说。老公，我以后再也不会误会你了，麻烦你这次原谅我好不好啊？我向你保证，我绝不会再胡思乱想了。在我说了许久后，老公依旧是没有要转过身来的意思，看来他这次是真的生气了。我鼻子一酸，眼泪瞬间落了下来。我心里真的特别后悔，为什么我又做出了这么伤感情的事情？就像婆婆说的那样，要是我和李阳再这样继续下去的话，我们两个人的婚姻恐怕真的会走不下去了。你哭了？李阳听到了我低声啜泣的声音，转过身来，一把将我抱在了怀里，重新感受到了他身上的温暖。我哭的是更大声了。老公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不要生气好不好？好，我不生气了。李阳声音有些低沉，其实我也知道，你这样胡乱猜测也只是因为太在乎我了。我向你保证，以后尽量减少让你会产生误会的情况。你也答应我不要再随便闹事了，好吗？我忙不迭地点头答应了下来。经过这次事情，我决定再也不无事生非了。在接下来的1个月里，我与老公相处得格外愉快。没了猜忌，我和他之间的距离明显又变得亲近了不少。而又过了没多久，我就收到了一个好消息。我拿着2条杠的验孕棒，兴奋地来到了我老公的面前。老公，我怀孕了，真的。李阳听了兴奋异常，一把想要将我抱起，可是又考虑到我肚子里现在又有了一个生命，只得是忍耐了下来。太好了！李阳重重吻了下我的额头，这下我们就要有属于自己的小孩了。是啊，在得知我有小孩后，李阳照顾的我是更为仔细了。明明才怀了3个月，他便不让我进厨房做个饭而已，这有什么？我笑他太过于小心。这个时候肚子还不大，我还不至于连这点小事做不好。这怎么能是小事呢？万一你一不小心摔倒了怎么办？反正没有我的允许，你不可以进那些危险地方。我被他这一说法逗得不行，反问道：可是你也不会做饭，难不成你又要把婆婆叫过来？她年纪大了，我也怕你们之间会起什么争执，惹得你不高兴。这样吧，我请个保姆回来，以我们的条件，这点钱还是花得起的，钱倒不是什么大问题，只是现在就请个保姆回来，是不是有些夸张了？这有什么？李阳笑道，还是说你喜欢做家务，觉得别人抢了你的活，
我才没有。如果可以，谁又愿意每天打扫房间、洗碗、擦桌子呢？应了李阳的说法，我们很快就找了个保姆回来。李阳说，这个保姆是他同事推荐的。当初他同事的老婆怀孕的时候，家务活就是这位保姆负责处理，每天都将家收拾得井井有条。这么年轻，听李阳的说法，我还以为这保姆会是和我婆婆差不多的年纪，结果当面一看，居然和我年纪差不多，或者说有可能比我还要小一点。瑶瑶姐好，陈露朝我打招呼道。陈露笑起来很甜美，简直就像是个妹妹。李阳，你确定这就是你同事说的保姆吗？我还是不太能接受，将李阳拉到一旁确认道：没错，就是他。李阳说道：你别看他年轻，做起事来还是很守规矩的，要不是因为家里困难，他也不会早早做了家政这个行业。原来是这么一回事。听到这里，同样身为女人的我不禁也有些同情起了陈瑶来。只是李阳突然找了这么个年轻的保姆回来，我总觉得哪里有些怪怪的，这样真的合适吗？可回想起过去发生的事情，李阳的的确确没有做过什么对不起我的事，我也答应过他，不会再胡乱猜忌。想到这一点，尽管我心里的确是有些不舒服，但还是答应让陈露进了我家的门。正如李阳的同事所说，陈露干起活来格外利索，不仅不拖泥带水，有时还提前为我准备好我所需要的一切。面对这样工作认真的陈露，我对她也就渐渐放下了戒心。陈露，你有男朋友了吗？一日，我无聊同陈露搭话道。陈露害羞地点了点头，轻声应了一声：也对，像这样又乖巧又可爱的女孩子自然是不愁对象。她是做什么的呀？我继续问道。在一家规模还比较大的公司里工作，具体是做什么的我也不清楚，毕竟我也不懂那些。在听了李阳和我说了一点关于陈露的事情后，我听到这里也就稍微能够理解，陈露家境不好，估计也没读过什么书，这也就难怪她不清楚了。没事，只要她对你好就可以了，她对我真的特别好。看陈露应答得这么爽快，我也就知道她说的是真的。在陈露来了我家后，我发现李阳几乎没怎么在加班过，周末也一直待在家里陪着我。我老婆肚子里怀着我们的宝宝呢，我自然是要时时刻刻在你身边陪着。觉得他说的也对，于是我没再多想，也不知道是不是怀了宝宝的缘故，我变得特别容易困，一天几乎绝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，好像怎么都睡不够似的。我拍了拍自己的脑袋，决定不能再这么睡下去。老公，你可以陪我出去散散步吗？这个时候，我的肚子已经很明显了。一个人出去的话，我也有些不太放心，总觉得自己可能会一不小心摔着。老婆，今天不行呢。李阳坐在电脑前，很是头疼的样子。我的工作还没完成，这会儿正在加班呢。好吧，见他有事不便，我也就不好勉强了。出去散步没一会儿后，我就觉得有些累了。随便找了家奶茶店坐了下来，给陈毅打通了电话。陈大律师，你这会儿有空吗？有没有兴趣出来陪我这个孕妇喝杯奶茶呀？陈毅十分给面子，5分钟不到就赶了过来。他看着我靠在椅子上悠哉至极地喝着奶茶，很是无奈地叹了口气。你现在这个状况是怎么敢一个人出门的？你老公呢？他怎么不陪着你？他这会儿在加班呢，我也不好拉他出来。我实话实话，心里却忍不住还是有点小失落。这个时候，我当然更希望是自己的老公陪在自己身边。我看得出来，陈毅似乎想说些什么，但还是没说出来。那我带你到处走走吧。
稍微活动下，对孕妇和小孩的健康是要好一些。见他这么乐于助人，想到我眼前毕竟也是个高材生，我突然灵机一动，对陈毅笑道：“陈毅，要不你做我儿子的干爹吧？”陈毅回了我一个白眼：“走。”我没大明白，走哪儿去？既然我都是孩子的干爹了，那当然要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准备点见面礼。我朝他竖起了大拇指，当真是爽快。只是还没等我和陈毅走到金殿，我再一次看到了那对熟悉的身影。如果说当初我没能认出那个女人是谁的话，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，我一眼就认出了陈露，而他挽着的那个对象也的的确确是我的老公。这么说来的话，那天我并没有认错人。想到这里，我腹部突然一阵剧痛，眼泪也跟着落了下来。我很想这个时候冲上前去给那对贱男女一人一记响亮的耳光，但我此刻疼痛的根本站不起身来，实在是太疼了，疼得我都有些分不清究竟是肚子疼还是心疼。而后下一秒，我眼前一黑，就晕了过去。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，我人已经在医院了。你刚刚差点把我给吓死了。陈毅心有余悸道：“怎么好好的，突然就晕了呢？医生说你刚刚动了胎气，不过还好，对孩子没什么影响。不过我倒宁愿希望孩子就这么没了算了。”听到我冷不丁地打断他，陈毅有些茫然地看着我，而后皱着眉头轻声问道：“宋瑶，是发生了什么不高兴的事情了吗？你说出来我听听，不要一个人放在心里憋着。”陈毅不安慰我还好，一安慰我，我就特别想哭。刚刚在商场里，我看到李阳了，他搂着我们家的保姆，看来他们早就弄到一起去了，只是我现在才发现而已。我真傻，居然还引狼入室。在我哭诉一切事情的时候，陈毅一直在旁边安静，直到我哭够了之后，他才向我问道：“你准备接下来怎么办？”怎么办？我冷笑了一声，将身子坐直了些，自然是去找那对狗男女算账。早上是我身体不适，如今已经恢复元气，当然是要回家将他们给赶出去。那是我的房子，我的床，我不允许别人随意玷污我的东西，所以你准备离婚。陈毅直接点明了重点。自然，我看向窗外，将床单握紧了一分。难道我还能忍着恶心和他们一起过日子吗？陈毅摆出了平日里工作时候的架子。作为一名律师，出于你的利益考虑，我不建议你一回去就和他们撕破脸皮。对于陈毅的专业知识，我自然是100%的信任。怎么说？我恢复了之前的理性，开始认真思考起了他说的话来。离婚必然意味着要分配你们夫妻共同财产，而且是因为你主动提起的离婚。出于种种考虑，这样对你来说并不划算。难道你希望你的钱就被他们这么给分走了吗？指不定李阳心里抱的就是这样一种想法。你说的没错，我瞬间恍然大悟，开始思考起了接下来自己应该怎么办比较好。根据陈毅的建议，我很快就请了一名私家侦探，委托他帮忙调查李阳和陈露私底下的关系。在交代好一切事情后，我也就回到了家。老婆，你回啦！李阳笑着迎了上来，伸手就要抱我。看着站在一旁微笑着的陈露，我只觉得一阵恶心，没有丝毫的犹豫，我直接冷着一张脸避开了他。我这会儿不舒服，我想一个人待一会儿。怎么了？李阳不死心地跟了上来，是在生气我没有陪你一起出去吗？我都说了我在忙工作了。不是的，不想他再在我眼前烦我。我随口道，是孩子闹的，我这会儿真想一个人睡一会儿。好吧。李阳装出了对我关怀备至的模样，
那你好好休息，有任何需要都可以叫我。”不再理会他，我关了卧室门，正准备躺在床上，但在一瞬间停住了。现在陈瑶直接住进了我家，那在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他们会不会在我的床上做些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？想到这里，我立马在床单上认真检查了起来。果然，我找到了几根不属于我的头发，我头发的烫过的，可这几根却是黑长直。我直接被气笑了，掀起床单就一把东西全都扔在了地上，真是两个不要脸的东西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以不舒服为理由提出要和李阳分房睡，李阳答应的也爽快，估计这样更方便他和陈瑶两个人私会。不过这会儿的我已经不在乎这些了，我有事出去一趟，快晚上的时候才回，不用等我吃饭了。我对李阳说道：“现在我可不愿称呼他为老公。”好，路上注意安全。这个李阳真的是被陈瑶迷得装都不装一下了，自己的老婆挺着个大肚子要出门，当真就不多关心一下的吗？我也懒得理会，直接离开了。只是我并没有走多远，只是坐在刚好可以看到我房间窗户的咖啡店外。给你点了杯牛奶，陈毅将牛奶递了过来。谢谢。我的目光仍旧锁定在那张窗户，因为这一次我要人赃并获。果然和我想的一样，我才出门不到1刻钟，我房间的窗帘就落了下来，真是恶心。要搞还要在我的婚床上搞。我深吸了一口气，打开手机的录像功能，一步步向我家走去。我陪你一起吧，陈毅说道。你一个孕妇，我怕万一出了什么意外。觉得陈毅说的有道理，我点了点头，便就答应了。毕竟无论如何，自己的命才是最重要的。李阳和陈露玩的还挺欢的，我和陈毅刚进客厅，就听到了楼上的动静。当我出现在卧室门口的时候，他俩光着身子在我的床上翻云覆雨着。哟，这是在开 party 呢？我冷笑道。听到了我的声音，李阳和陈露两人迅速分开。老婆，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个样子。我挑了下眉，打量了浑身赤裸的这两个人。你就可进边吧。对了，不要再喊我老婆，我们现在就离婚。我介绍陈毅道。这位是我的律师，你们还有什么话想说，就和他说吧。听到李阳慌忙穿衣服的声音，我更加觉得可笑。像这样的狗男人，趁早从我家里滚出去。至于这房子和车子都是我婚前购买的，而他凭着出轨不理怀孕老婆这一条，我倒是要看看他能不能分到1分钱。不仅如此，我还要让他和陈露身败名裂。看着身旁的陈毅，我轻笑道：“陈毅，这次的事情谢谢你了。”不用客气。陈毅笑道：“谁让我是孩子的干爹呢？”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